我是赵康，欢迎来到 TV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有高嘉瑜委员、林珍瑜议员、尹乃菁小姐、赖志宝委员、柯志恩委员、游淑慧议员。好，解放军昨天说那个演习是没有名字那今天有名字了今天有宣布我们的演习叫做海峡雷霆2025A， 换句话叫 ABCDE， 我继续有，现在叫 A 那它的头牌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字叫做毁滩那跟昨天字又不一样了毁滩呢，他说将在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习然后还要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演练。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政府叫做倒行逆施，必现绝境。毁滩在这里，有没有把你毁掉，让你瘫痪毁滩那说赖清德呢，叫做麻烦制造者、危险制造者、战争制造者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对台湾的重要港口呢，瞄准精确打击，我要打哪里就打哪里，打哪个港就打哪个港那他这次呢，第一天有76架共机，19个共舰在我们附近呢骚扰我们那另外呢，这个它具有防区外的打击能力，因为它已经把这个挂弹道飞弹的飞机鹰击21 6K 轰 6K 轰炸机挂了鹰击21的弹道飞弹也参加了换句话说呢，我倒可以炸你那另外呢，这次代号变更了，叫做海峡雷霆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呢，中央电视台说恶毒就是压制你台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全面。那这次你看没有，一个台湾地图是一个毒，然后呢一把匕首写个中，就插在你这个毒的中间我看了半天才看得懂一个中我说干嘛这毒怎么因为这个是个毒字嘛，一个中的一个匕首插进来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很凶。然后呢，他这次这个演习叫什么呢？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这个倪清光这哪里来的呢？是杜甫的一个诗，唐朝杜甫呢，我去把它查出来，叫做看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记的这个看了以后把它写下来特别这边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倪清光所以呢，从杜甫的诗来的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媒体说呢，现在叫做药域药道封港上次呢这叫这个药港药域封控，上次的演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哪个港口都把你封起来，这次到你重要的航道给你封起来，这很讨厌你将来这些船经过我这个航道，我要上船就上船，要检查就检查。特别这次呢，有很多的这个海警船也参加演习。海警干嘛？就执行公务看你这个船安不安全那网络上有在传就是说本来有一艘船运了这个天然气要到台湾来的，看了这个演习就不敢进来了，在外面绕，在海上面绕。那如果说他演习很多天，你这绕很多天，那台湾的天然气怎么办呢？夏天只有7天存量，冬天只有11天的存量，那怎么办呢？我认为他演习到时候登船检查，就是要检查你这些跟台湾这些国安有关的这些这船只了那另外呢，他用闽南语对台湾民众喊话，大陆网友听不懂，说台湾民众听得懂吗？台湾民众是听得懂的。闽南语虽然他的腔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的跟金门马祖腔比较近但是呢，台湾人还是听得懂的，可是大陆人听不太懂了我们看一下。扰台接二连三，继4月1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周边实施军演之后，2号上午8点，解放军再度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练，重点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等科目。跟1号第一波军演一样，大陆央视全程网络直播，上午11点在线观看人数高达130万。另外，中国海警也刻意公布1号军演当天用台语向台湾海巡队喊话。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胞福祉、甲伊民族复兴，交台独就是死路一条。海峡雷霆2025A 演练活动集中在台湾海峡中南部，虽然比去年联合利剑环台军演范围小，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特别点出，过去中共在台海军演通常都与特定事件相关，例如去年赖总统就职典礼，赖总统喊出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等。然而这次军演似乎没有明显触发因素。One argument has been that it follows a recent visit by the U.S. Defense Secretary Pete Hegseth to Asia, where he visited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two close allies. 中共军演惊动美国国务院，在官方最新声明稿中，国务院强调，中国再次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和言论，只会加剧局势紧张。其中这个字 aggressive 用词相当强烈，跟以往四平八稳的声明明显不同。Reiterating our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That is directly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欧盟对外事务部主动发布声明，指出军演升高台海紧张，重申欧盟反武力、反胁迫的立场。好，南京怎么看这个演习？第一个有关于有代号或没代号的问题啊，其实我今天请教了好几位军事专家，都是我们退役的高阶将领啊，他们都认为说有代号没代号其实没有差别哈。但是呢，关键在于是说，你有代号的时候呢，军事演习就形同作战嘛，哈，在法律的这个定义上面呢，还有他们在对内呢，你如果说有发生在演习的过程之中有发生任何的事故的话啊，那就是依法可以抚恤等等，它有差异。还有一个就是说，昨天没有代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大陆的军事专家讲说，哎呀，这个表示呢没有代号，就是以后呢演习这个常态化了。那今天呢有代号了啊，然后又说什么，就表示呢大陆方面呢非常的这个灵活，而且说昨天的演习跟今天的演习是不同的演习，表示大陆现在像魔术师一样，他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些说辞啊，都是这些专家们在这个做文章罢了哈。事实上呢，有代号当然是比没代号好。你在一个没有代号的情形之下，特别是昨天又那么的特别是4月1号愚人节，你不取代号，别人就帮你取代号，那什么？2025愚人演习啊，这多辣惨，对不对？好，那你今天呢来了一个海峡雷霆，但就很威啊，海峡雷霆2025A 啊，而且呢，其实我们观察他这2天他所宣布的演习的科目项目和它的部署其实是同一个演习的，它并不是不同的演习啊。比如说，那昨天呢，是以军舰为主，那今天呢，比如以海警为主哈，但是它是同一个兵力啊，所以它是同一个演习，只是它毕业证明乎就取了一个就终于有这个代号了哈。第二点就是说，在这次的演习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刚才赵先已经提到了啊。我们在演习的时候，现在台湾呢就会在笑这个老共啊，反正你也不敢打，你也不会打。讲一下是，对，外强中干，因为你贪腐太严重，外强中干。就说哎，反正你习近平也不敢打，也不会打了哈。那你如果你敢打的话呢，美军呢毕竟会给你迎头痛击。但是他现在的演习呢，他不见得要打呀，他就在展示给你看的，就是刚才讲，我只要把你封住，我封锁住。我就带给你致命的威胁啦，从上一次的联合利剑2024B， 它是所谓的要港要域哈，是封住你港口哈。那现在呢，这一次呢就是要域要道，我在海域里面就给你这个包围，而且现在过去呢，以前常常大家就说啊，你大陆要封锁台湾海峡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么的宽，你有多少，你有能力可以封吗？他这次就封给你看，好，他出动了19艘。20多艘的军舰，我们这样子1000公里，我听这个厉正杰将军讲，这样子1000公里，他这样平均50公里，他就有一个军舰，他怎么封不住？他封得住啊！而且就有 LNG 船、天然气船，他就不敢进来了哈。台湾的天然气的安全存量，有人说8天，有人说11天，有人说13天，夏天、冬天不一样。好，有人说这个13天，那他如果在你关键的在这个气要断气的时间内，他把你一封，那你就断气了，不是吗？然后昨天在网络上面呢，就有网友说，哇，就这样子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船走了，然后那个船呢不敢进来，
那像是我们当天晚上是不是要吃烛光晚餐了哈？所以这个就会带给你一种很致命威胁恐惧感。然后他今天呢又再进一步的就公布了那个画面，就说针对我们的东部相关海域，它进行实弹演练，模拟对于我们的能源设施和港口来进行精确打击，这就表示它能战。然后可以，它如果一旦要带给你致命威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有办法采取这个行动。它不见得要打，它把你封住，你就死了哈。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它不是山东舰出来了吗？然后摆在西南海域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国防部就说，哎，它这个只是做样子啦，它那个规模呢，没有这个航母的打击群啊，它所以只是摆在那边给美国看看啊。就不是啊，那今天还有8个舰跟着一起啊。是，今天这个日本防卫省呢，他就确认就说，他看到这个山东号这个航母的4艘的舰艇，然后还有飞弹这个驱逐舰，而且呢，山东号呢就在那边就演练这个舰载机起降，所以他一切的这些的行动呢，就是在告诉你，习近平对于他们军队所下达的指示就是什么呢？招之即来啊，来之能战啊，然后。那你现在要如何的去应对他的招之即来，以及可能的来之即战？还有一个宣传的差异，大家在讲啊，这个他们现在就在做大内宣呐，哈，各种各样的。他有一个呢，就央视呢，他就这边转播他的实弹的打击啊，什么样出动。过去在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什么部队的出动都是视为机密嘛。我们很多的台商啊或什么，大家这边看，他说部队出动了什么样的机型啊，什么样的战车都是机密。他现在呢，他根本他就不怕你看，而他就是要你看，他也要大陆的民众看，他就是要达到一个震慑的效果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讯号呢，其实是值得台湾非常的警惕的啦。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尤其我们国防部很好笑。说呢，他这是因为他内部贪腐，之前不是火箭军啊什么贪腐，所以他是外强中干。换句话说，根本不要怕哦。那我们就讲不怕，我们怕什么？我们准备好了。那换句话说，那你如果都不怕他，那你怕什么武统呢？那些大陆这些什么3个网红，就说你会武统，只是嘴巴讲你就把人家赶走了。你怕什么？你根本不怕啊！你军力强得很啊，他外强中干啊，对不对？我们是实力坚强啊，我实力强，我干嘛怕你外强中干呢？我真的。观察最近反正这几年的这个形势啊，有几个结论啊。第一个呢，就是呢，蔡英文的招，那个赖清德的招就是闹你哦。从这个他就职演说啦，到之前的什么新两国论啦，然后到最新的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啦，他就一步一步。你看老共，他每次讲完，老共就派人来围，然后越围越近，越围越密，就是说赖清德就闹，然后老共就围你，美国呢就骂你美国就在白宫说骂你，不要破坏台湾安定。然后呢，台湾的民众呢分2种，一种说怕，一种好气怕说哇，真打来怎么办？有办法都跑了。然后气呢，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不好？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变成一套了。一个我闹你，你围我，美国骂你，台湾人民气你怕你，然后越这样搞，赖清德的票就越巩固。所以为什么最近民调他会高？他一件好事都没做，从他就任到现在将近1年，他做了哪一件是好事呢？是因为少子化以后呢，大家出生率高了呢？还是两岸呢比较不紧张了呢？还是我们的能源呢现在充足了没有问题，不用涨电价的呢？他现在不涨，大半美后一定会涨。哪一件事情他真的做了，他觉得很好，所以赖清德做一件没有，转移焦点，他就用这个就够了，这个他就可以把他40%的选票巩固住了。然后呢也不会跑，而且呢越来越坚固所以呢，我真的也劝了老共以后别少搞这些事情。你要演，你可以演了，因为这老共他反正就养那么多兵，他不演他白不演了，你就在别的地方去演吧，不一定要在台湾附近演。演了半天，你是巩固赖清德，他下一次会越来言论会越来越激烈。为什么要知道？我光讲你是不会打的嘛，我构不成你打的条件啊，我只是讲就打我，国际也会谴责你啊，对不对？也会制裁你啊。所以我只是讲，你就开始大动干戈了。我将来越讲越激烈，将来已经不是讲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了，境外敌对国到最后都会出来。我叫你敌对国，你打我吗？又怎样？你不是吗？对吧？你在演习这样包围我，那我就讲你啊。老公就受不了了，每讲一次越来越紧，每讲一次越来越紧，每讲一次越来越紧。
除非你真的打到就完了，台湾也完了。否则的话呢，我也吃定你不会打，哦，你不会打我，我就是跟你闹到呢，你越来越围我越紧了，然后呢，我的票就越来越巩固，就是变这样子啊。那搞得国民党也很尴尬，国民党也不能比民进党更喊打喊杀。那国民党只要说我们和平吧，你就卖台，投降主义，像龙应台。《纽约时报》叫他写了一篇东西出来，说要和平才有民主，被侧翼骂死。你看这2天，我早知道这只要一讲，一定骂他。果然包着他骂，不过他也无所谓的，骂就骂吧。休息再回来。好，中国的军演呢，大陆的山东舰航空母舰第一次进入我们的应变区，在台湾的东方，还有8艘它的旁边的舰，因为航空母舰出来旁边有各种舰啊，护卫它哈，下面还有潜水艇，有8个在这边啊，等于一个临时指挥基地。我们以前都说我们东部最稳嘛，因为东部水很深，然后呢这个都是沿岸，老公很难登陆啊，然后所以我们把嘉山基地啊什么搞在东部哦。那现在呢，他在东南给你搞一个航空母舰摆那个地方，好，一方面呢可以防止来增援的这些外国人，一方面呢就是对你东部也构成很大的威胁。这边有东部战区在这边打你，这边有这个航空母舰这边坐镇啊。好，那这个 CNN 说，美国国防部长刚好结束亚洲的这个访问，所以呢，老共就演习，就考验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我觉得这是胡扯。你国防部长在哪里是一回事，这在亚洲又怎样，在日本又怎样？他要包你，他照会包你啊，你能把他怎样？你了不起骂他一下而已嘛。我觉得他也没有真的打你啊，他演习啊，演习怎样？演习你其他国家能怎样呢？你不能怎样啊！而且他将来真的围你的时候，其他国家舰都可以通过，我不影响你们的舰通过，我只对台湾的天然气有意见，怎样？不行吗？那怎么办？哦。好，那么 AIT 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我们知道了啊，美国是支持台湾的，我们知道啊，只是怎么支持而已了啊。那另外呢，他还搞了一个图啊，这个图有个柯文哲啊，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同时还有我就是想这是谁？这那个高什么啊？高国安啊。高安国，他是好像退役的将军，好像做匪谍、做共谍，所以被抓了，被判刑了。所以呢，你看一方面把高将军放在这里，一方把柯文哲也放在同一个铁笼里面关起来。这边呢，就是把国民党党产都没收了啊，钱呢这个都拿走了啊。所以呢，老共就画了这个图然后把柯文哲画了一堆区叫绿区的呢。赖清德，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了。我觉得这种这种没有什么必要搞这种事情啊，这很水准不高啊。那另外呢，《人民日报》说台独就意味战争，所以赖清德是战争制造者，刚刚不讲吗？麻烦战争制造者啊。那另外呢，俄罗斯外长支持对台湾的立场，老共现在反正跟谁都要你们支持一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要支持中方对台湾的立场，俄罗斯现在跟老共蛮好的嘛哈。那另外呢，解放军报说台独如果挑战底线，就会采取断然措施。他这样围其实也围给美国人看了。你看哦，我随时可以动，我不是不能动哦，我能力是够的哦，我打他也够，围他也够，你好好管他，叫他不要跨越红线。你只要不跨越红线，我习近平现在忙得很，大陆经济也不好，里面问题一大堆。然后国际呢对我也不友善等等所以呢我已经忙，根本台湾事情我没有时间去理了。只要不要来惹我，不要跨越线，但是跨不跨越线我管不到，你美国管吧。所以是给美国看的也给台湾看，都而且给他国内也看。你看那些宣传等等，其实就让大陆人自己看得爽嘛好，那么但是呢，《卫报》英国报吧，《卫报》也说呢，说中国的军演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也不是给台湾人看的，就给你老美看然后呢，台湾有3个原因，也要对美国要一点以美，不能啊，卫报可以以美，我们不能以美他说第一个呢，华府官员跟川普本人有落差。川普怎么想的，官员都搞不清楚，连川普现在要关税到底要怎么样全面加20%，还是有的加20%，有的不加20%，还是没有加到20%，下面也都不知道，因为川普还没有告诉你们，大家都在那边猜，不是我们猜，官员也在猜那第二个原因呢，是白宫内部派系角力那现在对中国的鹰派，像国防部长啊、国务卿啊这种鹰派，并不是主导，未必是主导的。第三呢，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川普说了算，其他人讲的都不算我们看一下。
TV2自4月1号早上7点半，共军东部战区宣布展开联合演训后，1个小时内释出4支恫吓影片。结合黑悟空动画和过去共军装备的资料画面，中用军事肌肉刻意要恐吓。以北斗卫星监视配上动画，共军号称锁定台北、台中、高雄、花莲等9个县市，更特别锁定首都博爱特区。共军的恫吓影片选用了宪兵每个月会进行的战备征询任务，更刻意选用了云豹甲车经过了汉口街以及博爱路的交叉口，这里距离我后方的总府只有650公尺。但注意到了吗？其实这个影片有些年份了，因为后方商家的招牌已经换了不少。共军更制作动画与绿色重体，刻意丑化赖总统。压制蒋介石手掐柯文哲，老李的更是涉共谍案的统派退役中将高安国，以及3楼一地的绿色恐怖17条，这其实是总统针对国安的17项因应策略。赖总统在第一时间已经指示国安与国防等相关单位严密的应处，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the need for credible deterrence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Japan is our indispensable partner in deterring communist Chinese military aggression. 美方以所谓中国威胁为借口，挑动意识形态对立，鼓动分裂对抗，甚至煽动个别国家充当美国维护霸权的炮灰。结合认知舆论和法律战，中共对台军演恫吓，恐怕只会增加反感。真的。他这个模拟的画面，特别是央视的这些直播，我真的看到他就特别用了一个我们高雄永安的天然气接收站，而且透过这个部分，我旅已经完成摧毁目标。哎，这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不爽啊！这要严重的谴责啊！因为已经到我们高雄永安的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当然第一个站出来谴责啊！你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台湾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不过就诚如刚刚赵大哥所提到，我真的觉得赖清德跟这个中共当局彼此喜欢，你看赖清德跟习近平两个。对，他们俩彼此喜欢呢，哥俩好，只要一这样子你闹我这样出兵，然后国民党的票，然后就开始被骂，都是亲共舔共，所以到底习近平爱的是谁嘛？真的就难怪这个民进党永远是要把习近平端出来，主持都是中共中共，包括我们礼拜一再审有关于核安法的时候，有关于核能研议的时候，民进党委员当初讲，你们是不是又听中共的？你们是不是听习近平的？我在想，如果我们要打仗的话，我们的机载电力是要有核能的，你有没有搞清楚？连知识都没有。你看，光他这样子排出，包括山东舰的八艘这个军舰在旁边，国防部第一个还有很多军事将军都在讲，你即使进到我们的应变区，但是呢，用目测的范围，这不符合作战的一个模式，这比较是恫吓的模式的。所以说，你看，国防部所属的军事专家还是认为这个还是在恫吓，而不具有作战的信息。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强调，纵观最近2天，因为那是赖17条之后的第19天开始发动，然后呢，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天然气船被 block 在我们的海峡之外，这点倒是非常多年轻人不断在追踪。你知道那个留言数、那个观看数简直是爆表。所以很显然，大家对于如果我们海峡被封，我们必须要烛光晚餐这件事情，对民众是非常有感的。如果你再配合，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有关于韧性演习，各个县市里面都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对于群众的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最后我要提到，今天这么多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其实习近平是剑指川习会，倒不是一定是对台湾是如何。你看他讲的那些闽南语，我说实在，我跟阿宝我们都一听就觉得这是海口音嘛，海口音不是被讲安听嘛，也按讲安听音调不是安念嘛，所以他是大内宣给里面的演案的人，然后再演给美国看，让川习会里面拿这个当作是一个筹码，是否可以在彼此当中可以得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是这一次这么多来是比较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说，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要对于万一台湾真的被封锁，这个能源进不来的时候，我们目前这样能源政策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好备战的一个准备？还在那边挡，然后呢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准备，可是就只有嘴巴在这样子说，这对台湾的这个安危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不仅是严格谴责中共对台湾的恫吓，特别是我们高雄永安的天然气厂这样给我们 block 之外，我们要严格的谴责，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好备战，让我们台湾置于危险当中。那天然气是最不符合防卫韧性的。当然啊，我们要机载电力，核能是最符合的。而且你那个什么1阶、2阶、3阶、4阶一炸你就很惨了。对呀。所以我这样听来听去哦，我真的现在有一个感觉，
习近平是赖清德最好的朋友。对，真的，习近平只要任何动作，赖清德就得利。像选举的时候有没有？民调本来我跟侯友宜是赢的，哎，那天在嘉义还是哪里，突然在那个在那个宣传车上，突然哔哔哔哔哔哔，紧急那个简讯出来了，一看出来以后，说老共飞弹经过台湾上空了，马上掉，马上做民调，侯友宜掉6%，尤其是南部掉特别多。赖清德那时候才说，跟中国他们是兄弟之邦啊，所以他们现在兄弟俩哥俩好，各取所需。真的，所以大陆国台办你们都注意啊，你们赖清德最好的朋友其实是习近平。习近平做这些动作都是帮赖清德巩固、加分、加票的。休息一下再回来。没错。